哇，它喷墨了！哎，我第一次看到喷墨哎。它会这样子，你只要摸它，它会变色。哦，真的哎！谢谢 BOSS 姐妹跟长期以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感谢你们，我跟小汉还可以吃万里蟹，啊，万里蟹，什么万里蟹？喂，姐妹来作伴，申报北海岸，我是阿妹，我是小慧，欢迎收看 BOSS 姐妹。我们今天来到了龟吼渔港啦，小慧，你知道秋天什么是必吃吗？我知影，就是今麦就是的秋蟹啦。以万里蟹而闻名的龟吼渔港呢，是北海岸的海鲜圣地。从9月到12月呢，更是有很多的饕客呢会到邻近的渔夫市集那边呢去购买万里蟹喽。没有错，而且万里蟹也有包含3大类海蟹，有我们很常吃的3点蟹啦、花蟹以及石鲟，是许多饕客每年必吃的美味海鲜。这旁边的渔夫市集呢，也有许多的待客料理。然后来这边必点的那个经典菜色呢，就是清蒸的万里蟹。当然也有许多的新鲜渔货可以让大家买。那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出发去吃美食了，准备 Let's go！ 为什么今天头发会这样？因为台风快来了，没错，现在烘金桃，当然还是不灭我们要去吃美食的动力。所以呢，我们就去吃美食，走。嘿，就这样，我们来到渔夫市集啦。但是因为呢，目前是不在整建啦，所以这边算是一个中继市场。哦，我有看到，它这边有写一个中继市场。既然这边呢很多的新鲜渔获，要不然我们来请问一下，他们怎么来挑选新鲜食材的？没问题啊，我也想要学知识。真的耶！那我们就先来到这一家，老板你好。老板你好，我们想要买那个软丝，请问你们都怎么看新鲜不新鲜啊？软丝如果是新鲜的话，它表皮它会变色。真的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吗？可以的。啊，哇，它喷墨了！哎，我第一次看到喷墨哎。它会这样子，你只要摸它，它会变色。哦，真的哎。你如果死掉的话，它颜色死越久，它皮肤会被我们说死肉，肉会变硬。所以摸起来要 QQ 弹弹的吗？对，不是，你摸开它软滑滑这样，然后颜色不然会透。啊，这我摸一下。好酷哦！好滑哦，超滑的耶！哎，是有弹性，你会觉得它有在动的感觉。我第一次这样看到活的。那老板，我可以问一下，这些都是你就是自己去捕的吗？哎，当然不可能是我爸。好，因为我们家自己在钓鱼跟钓鱼吃，哦，懂。所以每天的渔获不太一样。对，懂，了解。不一定会有。不对，所以来这边是看运气的。哦，我们今天运气很好。好，那我们就赶快马上下一家。好啊，谢谢老板，谢谢。我们就是要来这一间待客料理。没错，老板娘，不好意思，我们有一只软丝，想要请你帮我待客料理。我想做2只的。要怎么吃呢？一个生鱼片，那一个叫川烫，好不好？好啊，可以啊。然后我们还要点1公1母的花蟹，一个蛋炒海菜，然后跟一个鱼蛋沙拉。好，这样就好了。吃大餐了，好久没有吃海鲜大餐了。这样讲的吗？平常吃的都很粗茶淡饭。来，先吃这个，这我很好奇耶。好啊，好啊，这是刚刚我们很老板帮我们现场处理的。对，冷席呀，一点再叫我试看看。这色泽看起来就不一样。一般我们在饭店的时候啊，你也会吃到像这样的生鱼片，可是这么新鲜，很牢啊，现现吃的都第一次吃哎，仿佛我都觉得它那个鸡肉都还没完全静止，咬下去它也有在流动的感觉。但如果是这2样的话，我会更喜欢川烫。那我们点了2只花蟹，1母1公。对，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分公母。我的这个呢，圆圆的，有半圆形的，所以我的是母的。然后我这个呢，中间是尖尖的部分是公的。是的，那我们就1人1只哦。然后店家也很贴心，有拿剪刀。对，但其实新鲜会这样一剥。会，哇哦，会。你的手劲真的很大呢，它就拆开了，满满的蟹肉在里面。哇，真的会喷！摄影师中奖了，管直接喷到。
OK， 新鲜就是好吃，不用过多的调味。哇，你看，中了。它的我被螃蟹洗脸，这一块满满的蟹肉。哎，不要说你的身体很多肉，我这个蟹脚一扒，肉也超满呢，不一样。这个螃蟹真的不一样，好新鲜哦！你一入口那个蟹肉的那个纤维，你一咬一抿，整个在你嘴巴整个海味扩散开来，哎，超鲜甜。我只能说现捞的，真的跟市场哦，你看这么大的蟹脚，这也太饱满了吧！这个就是要原味，我觉得这连酱油都不要沾，五味酱也不用，你就直接吃就对了。海鲜就是新鲜赢一半。真的哎，新鲜一半都超过了。都在产地吃还不新鲜就糟糕了。好满足。也可以再另一半来这边。这好像是摄影师的。哎，你靠近你吧。回，因为新鲜的它就不像那种冷冻过的肉会粘在它的壳上面。我真的很讨厌剥到粘壳的蟹肉，就是我原本以为就是没有录大胃王来了，我就很难再吃到螃蟹。结果今天就吃到了螃蟹了，感谢BOSS姐妹，这个节目一定要长长久久的下去啊！真的，谢谢BOSS姐妹跟长期以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感谢你们，我跟小汉还可以吃凤梨蟹，还万里蟹，跟凤梨蟹，头发没有，是太开心所以讲错话了，剪掉。太开心，剪掉放预告。它这个肉真的轻轻一扒就整个出来。感谢老板的招待，因为他们家的招牌之一哦，这避风塘小卷，这个小卷的版型也比别人大哎，不愧是新鲜。在渔港的海鲜都会先放大1倍左右。我刚吃肚子啊，一咬里面都是汁哎，很鲜很甜。它跟我印象中的小卷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它是小卷里面的冠军哎。然后我发现它上面用的那个蒜头酥啊，恰到好处，因为你搅一搅之后，那个蒜头酥再咬下去，但有一点点蒜味。如果你刚好你有点什么炒饭爽面的话，这个蒜酥比较浪费，等下拌一拌吃。我好想要再吃一个哦，太好吃了，好享受哦。居然可以吃到这么爆浆的。这个蛋炒海菜呢，也是来海港这边一定要来点一下的。很清脆的声音，而且海菜完全没有菜的味道，吃下去就是清脆的那种海带、海藻的感觉。我觉得每次吃到这么美味的美食，我都好想要感恩，为什么我会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我们是大胃王？真是太感谢了。台湾真的是一座宝岛，只是北海岸还有这么多美食。当然，那既然说到还有这么多美食的话，那我们要赶快去往下一家。没问题 ，Let's go。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东澳渔港其中的一个小角角，这里呢有一个很 chill 的咖啡厅哦。我们刚才吃完海鲜，我们来欣赏就是美景，因为它的那个窗户啊是那种透明的，可以直接看风景。没错，旁边有山，然后又有海。那我们赶快进去放松一下吧，走。哇塞！庆祝一下，今天我们来到北海岸这边吃到这么多的美食，我第一次来耶。坦白说，我也是第一次。你刚刚那个手势是怎么回事？就是认同的意思。好，喝一下，搅拌一下。这一杯是香草红拿铁。我觉得不要搅拌均呢。我刚才隔的奶泡，然后先喝茶进去之后呢，再吸一点它的奶泡，让它的嘴巴里面比较有层次。先喝到绿茶，再喝到奶泡的甜。茶香味好浓厚哦，而且奶味完全不会盖过那个茶味，就调的比例刚刚好。此生最爱我的烤布雷，竟然可以做到这么大个啦！对，你真的点对了哎！啊，不过吼，你不刚刚爱是直接吃烧的，原来你其实袂看丝啊！1、2、3，哇塞！吃了这一口，哇，好香哦！这个番茄不得了，而且连虾都这么大哎，虾子这么大只是必须要的，因为它刚好就在就是渔港旁边。好吃啊！你刚吃一口。好啊。我以为它会很硬，结果没有，它皮超酥脆。而我觉得他们的面包口感就有点像那种粤式的法式面包。
然后烤到很酥脆。在这边真的是甜的、咸的都好吃，重点是还可以看到海景。那我们身后，而且你还可以撸猫，撸猫超可爱，他们在电猫哎，而且就是都伙食都非常好。这只猫坐在我后面的话，它也很自在。在这边真的很放松。然后甜点的部分呢，店家他给我们推荐烤布雷跟提拉米苏，对，可是看起来松松软软的，结果想不到，哇！你上面先吃到一层呢，加了巧克力粉，带点苦的味道，它会有一点点酒香，然后呢中间呢会有湿湿软软，然后带来好像那种微微结冰的口感，然后再上底部的那个吸满了糖汁的蛋糕。哦，享受完美食甜点啊，还有观望这些海景，是不是很享受？那我们的享受之旅呢，不绝于仅此而已。那我们就先去下一家，走，哈！接下来呢，我们俩没有主食一定不会饱嘛。我们来吃个排骨酥，而且加上排骨酥很好吃之外，它的汤头还是不加味素的哦。哇，好期待哦！对，走。哇，好香哦！而且我就是觉得今天就是有点凉凉的冷的天气，吃这个热腾腾的食物，就是可以满足自己的心灵。先吃一下排骨酥，好大块，好，真的很大，肉很多。有的排骨酥你一咬，它大是因为它里面是骨头，它那个里面都是肉啊。我好想外面那层面衣哦，那它有用热汤泡过，但完全不会软软的感觉，它也有带一点弹性。它里面那个肉好像有先腌过，整体吃起来非常有味道。整个万里啊，就他们家有这种细条面，然后这么特别。其实我一直以为就是排骨酥面就是台中的丰原或者清水是最厉害最有名的，想不到就是在北部也有这么厉害的排骨酥面。我真的觉得很多美食都等着我们去探索，就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的口感。还有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烟熏豆皮，摄影师说一定要必点这个，没有点这个就等于没有来过这里。我觉得它的烟熏味的话，就是没有盖过它原本那个豆皮的味道。一般的布拉玛弄汤的比较多，我就觉得弄干干的，更可以吃到那个旁边那个软软的那个胶质口感。因为我平常去那种就是大仔面店啊，都是3层肉或者是那种金拉麻比较多，而且我很喜欢它里面的那个蔬菜是用韭菜跟豆芽菜稍微穿烫，还保留那个蔬菜脆脆的口感。然后起锅的时候呢，必须再加一些香菜，更好喝，更丢味。来这边的话，真的要吃正餐可以选这家哎，汤也甜，然后面也很特别，所以喜欢吃的话记得要来喽。那我们就前往下一家啦。现在我们移动到了金山老街，来这边呢一定要来吃一间很有名的芋圆店哦，而且他们的芋圆呢就是用金山在地盛产的地瓜跟芋头，据说好像 size 特别大，对不对？没错，比我的手指还要大。确定吗？确不确定呢？我们进去就知道了，看看就知道啦。Go go！小大量，金介修短料，我刚刚相信你说的了，真的比你的手指还要粗。它每一碗里面有6颗，3颗地瓜圆跟3颗芋圆，而且它那个仙草也很香甜，仙草的口感好吃哦。那个奶油纯豆一定要加，因为我虽然不太喜欢吃那个奶，但我跟你说，奶味加下去之后啊，它整个仙草的味道呢会更顺、更柔、更好吃。所以你单只吃那个仙草会有一点点微苦，但是苦会回甘。我刚才吃这个地瓜圆不得了，他们这个地瓜呢是选用就是66号地瓜，因为平常我们吃到都是台67号，然后他们那个金山都是66号的，它有那个台湾地瓜独特的香甜味。我觉得两个比起来，地瓜更 Q， 芋头的还没那么 Q， 但地瓜明显的真的 Q 很多，而且芋头啊可以咬不到那个颗粒感。而且他们比我们一般吃起来的那个芋圆，我觉得它更好嚼。这间店很厉害，在2024年的时候，新北市有办了就是新北严选的美食店家，然后这间呢就在其中一间里面，可见有多好吃。对啊，如果大家来金山这里的话呢，这边刚好附近就是金山老街了嘛。
这边一定要来一下，真的很好吃。而且如果你是爱吃地瓜跟芋头的人，你会爱到爆。既然我们这次吃完这么好吃的甜点，我们再来吃点咸的吧。一定要。好，那我们就去下一家吧。这边超特别哦，因为呢，你要先找座位，之后呢再来这边取餐，跟一般你的点餐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自己就是服务生，对，所以我们就去拿餐吧。没问题，没问题。哇，这鸭肉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再一份鸭肉好不好？好，让我拿这里好了。好，最后才买单。好，可以直接端走。大家都说来金山老街呢，如果没有来吃鸭肉，就好像没有来过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把大家呢推荐的一些口袋名单有鸭肉，还有贵竹笋，还有很多人桌上都点那个炸鳗鱼，我也拿了一份。然后呢，酸菜大肠，它的鸭肉看起来也太厚实了吧？怎么那么嚼劲？我觉得它的鸭肉就是很简单的川菜，然后让我们吃鸭肉最原本美味的味道。它应该煮的时候有加一些盐巴在里面，是淡淡的咸味。我自己在家可能会买那个鹅肉回来配，但鹅肉吃到后面会比较咸。但如果说你是想单吃肉的话，他们家鸭肉我觉得原价刚刚好。所以我一开始有吓到，就是在店外面看到的时候，我不知道它里面已经做好那么多菜，然后等着大家自己去拿。然后它每一盘分量看起来都做的好好吃哦，就我都好想要是每一个都拿一样。对啊，而且真的我觉得以费用来说跟它的量来说，我觉得不算贵耶。我刚才吃贵竹笋哦。卤得很入味，贵竹笋的有点就吃起来很软嫩，而且又保住一点点脆脆的口感。这很厚哎，更令我惊讶的是它是热的，我会放在那边可是会冷掉，可是它生意有多好。可能老板就会抓那个量，就是看那个客人的流量，他就会觉得说，哦，我现在要出几道菜，然后让菜就保持着就是最新鲜、最好吃的状态。然后鳗鱼呢，肉很厚，骨头是比较粗的，大家呢还是要小心，你会吃到它的骨，但它的骨不是小细骨，不会让你觉得吃到最后不小心扎到，你真的还是要慢慢吃。其他的老街我也是买这炸鳗鱼，就是可能100块，然后也才一点点而已，可是这一盘200就它都是大条大条的给你。如果你不要说200，我真的以为这盘可能卖到350之类的，量还那么多。而且我刚才吃这个大肠，它完全就是没有腥味，然后那个酸菜的味道就微微的入味，非常的就是下饭，好想要盛白饭哦。真的，下次来的话，我想要扫桌上的全品项。我很想去帮它的那个鸭头哦，鸭头看起来好好吃哦。果然我们关注的都跟别人不一样。对，美食之旅怎么可能只限于此呢？是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再吃下一个品项呢，也是这边的必吃，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下去。小慧，我觉得有点冷，可以喝点热的吗？当然可以啊，最后一间我们就用这里最有名的海鲜做结尾吧。我闻到了好像螃蟹味哦。没错，我们最后一家我们就来吃螃蟹粥来暖暖胃。好，走。这是北海岸美食之旅的最后一站。我没想到在这个站我们吃如此之豪华，仿佛第一餐一样。这碗粥锅虾都要1、2、3、4、5、6、7、8，有8只虾哎！哇，一路发，还有小卷，接的真好，连小卷一大堆耶！对，就连这个3点蟹也是1人1只，真的，上面有2只。老板娘说海鲜都在里面，都在里面，有点在寻宝的感觉。对。而且现在天气一定要转凉了，吃这个刚刚好。哇，这么大只，我觉得比我们今天早上吃的那只花蟹还要大哎。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知道这碗粥很厉害耶，整碗超甜，海鲜全部浓缩在里面。我连刚这样吃一口这样白粥而已在嘴巴里面，没有任何的海鲜。它，这样刚刚没有钳制的。我的妈，里面有那个呢。
宝贝，其实我刚拿了2次，我们1人有1只哎。哦，我也感到害怕。我平常剥蟹都用牙齿，你这是自备器具呢哈。从小开始训练。哎，这边各种海鲜都吃得到，譬如像这是我小时候吃过印象最深刻的鱼，叫做那个鱼。哪个鱼？那个鱼。哪个？它有个软名叫豆腐鱼。为什么叫豆腐鱼呢？顾名思义，它的鱼肉本身嫩的跟豆腐一样。还有活鲍鱼，这个到刚刚还是活跳跳的哟，还在那边蠕动的。幸福的味道，对不对？好奢侈。它的肉本身啊，比你吃外面的有冰过的那个肉质还要来的软跟 Q 还有甜。哦，就连月亮香比都有，太舒服了。什么都吃得到哎。对呀，再沾一下它这个酱。哦，蛮厚的呢，哎，是沾到酥酥脆脆的感觉。好吃的月亮虾饼，它两面皮超脆，里面的那个虾肉超蓬松。我觉得它里面那个比例啊，虾浆的那个比例跟面粉的，它调到一个很好的比例，所以里面吃起来是有点松软，但外面是酥脆的，口感真的刚刚好。哎，里面还吃得到虾肉。因为我们不是吃那间芋圆有入选新北严选吗？对，这一间也有入选哦。这么厉害，就在30家其中1间里面，所以其实竞争都非常的激烈，非常厉害。所以呢，这些严选已经帮你不管是从热食、咸食、凉的甜点，全部都帮你准备好了，什么都有。那如果说来不及看他们30家严选到底吃了些什么的话，没关系，先看我们暴食姐妹好不好？今天这样子北海岸美食吃下来，你觉得哪一天让你最喜欢，最想再吃一次？最想再吃一次吗？好难选择哦。因为其实一开始去过渔港，然后吃到那个超厉害的海鲜，还有那个能西亚，那个2吃很厉害，又加上我们又去很厉害的那个咖啡馆，哇，那个烤布雷，哇，大爱。然后后来又去那个芋圆，然后还吃了鸭肉，然后还吃这个海鲜粥。我真的觉得我很难选，但如果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冰品也只有1家嘛，甜品就1家，它真的是我目前吃到让我大开眼界的甜品。然后咸食的话，我跟你一样，我觉得我会选择障碍，但这家真的很可以，因为它目前以普洱自己来说，它什么都吃得到，然后连很特别的食材，它也全部都有。我也是心里面是这一家，所以呢，大家如果来金山呢，跟出口看看，还有呢尝一下北海岸的美食的话呢，不妨参照我们的行程啦。那我们就暴吃姐妹，下次见，拜拜，大家拜拜，海鲜吃起来。